既然您是郡主，那就破例一次吧。青乐郡主为何要将头包起来？那样打扮好难看，她不包不行啊。我听说安定王府的那一场大火烧光了她的头发，哪有这么快长出来？哼，凤尘与你果然还是赖了。是布家的马车，布家。阿恒刚回京不久，自然是不知道这几年京里的变化。这布家原本就是个小官小吏，官职最高的也才6品。可自从3年前布家的女儿从一个婕妤直接爬到贵妃的位置，这布家就也跟着平步青云了。布贵妃的父亲如今已任吏部尚书，是正2品大员，是布贵妃的亲侄女布霓裳。就见那老嬷嬷见到布霓裳，可比见到清乐时热络多了，不但主动上前行礼，甚至连名帖都不看。就是你收拾了清乐那个贱人，姑娘这话应该跟全天明问去，很好。哼，我只听说布霓裳跟清乐一向不对付，怎的好像对你也有敌意？谁知道呢？对了，今年这月夕宫宴，你既然来了，自然是要会会那布白萍的亲侄女布霓裳。对，那丫头自小跟着她哥哥习武，很是目中无人呢。就算你不主动招惹，她也会点了名要与你比试一番。这可是年年宫宴的重头戏。宫宴的重头戏是比武。何止比武，是什么都比。所谓宫宴，不过就是给各家的夫人、小姐还有少爷们一个互相认识的机会，小辈们展示才艺，长辈们才好挑选儿媳、女婿什么的。那我应该不需要做什么吧？我都定亲了呢。唉，但愿没人挑衅吧。那些小姐少爷们看似人模人样的，实际上一个比一个心机更瘦。快救人呀！他掉下来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小皇孙，你怎么自己在这里？先给他看看伤。不要怕，姐姐是大夫，让姐姐先帮你看看伤到了哪里。小姐，差辈儿了。那什么，你快去看看附近有没有跟着他的下人，再叫人去请太医。小姐自己小心些。好。这个发型只要蹲下就这么丝滑，花费了几个钟，怎么调也没办法恢复了，只能中途画大型了。小姐自己小心些。好，乖，给你喷些药就不疼了。是不是没那么疼了？姐姐你是神仙吗？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一喷我就不那么疼了？乖，姐姐得为你看看伤势。你不是皇孙吗？为什么都没个下人跟着？还有，你是怎么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的？嘘，不要告诉别人，我是偷偷的来这里看月亮的。看月亮？跑这里看什么月亮啊？都说云娘娘的观月台看月亮最好，这地方离云娘娘宫里近些，我爬高了就能看到最好看的月亮。月亮在哪儿看都是一样的，以后可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姐姐先帮你把腿固定住，你千万不能乱动。姐姐，你的袖子是百宝箱吗？怎么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？你不是说姐姐是仙女吗？这些都是姐姐变出来的呀。但是你不许对任何人讲哦，讲了之后姐姐的法术就不灵了。凤雨恒一边说，一边又掉了块巧克力出来塞到小皇孙的嘴里。堵住你的嘴，真是大意了，急着救人，刚才从空间掉出物品，没避着小皇孙。好，飞羽跟谁也不说，姐姐放心吧。这是什么糖呀？可真好吃。那飞羽为姐姐保密，姐姐以后还能再给飞羽吃这种好吃的糖吗？那飞羽为姐姐保密，姐姐以后还能再给飞羽吃这种好吃的糖吗？只要你不对任何人讲，姐姐就经常给你糖吃。你叫飞羽，玄飞羽。我是二皇子，就是元王啦。我是元王的儿子。姐姐你是谁？你要这么说，就不能跟我叫姐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九叔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姐姐你也没比我大多少啊，我九叔都多老了。嘘，有人过来了，记住，仙女的秘密不可以对别人说哦。我的雨儿啊！你就是九弟妹吧？真是谢谢你救了我家飞羽。
救还是没救得及的。我们刚发现小皇孙，他人就已经从树上掉下来了。我只做了些应急的措施，其他的还得太医来。伤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是骨裂，我用了止疼的药，又用硬板做了固定。你们派人用鹪鸪将小皇孙的腿平放抬走，再做进一步处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用的是什么止痛药物？竟是这般神奇，骨裂的疼痛不差于骨折呀。一点都不疼了，就是很麻，这条腿没有知觉。麻药过了劲儿就会疼的，到时候你不要哭鼻子。这个是喷着用的止痛药，是多年前从一位波斯奇人手中所得。这一瓶刚刚给小皇孙用了些，请您收好。这药效一次能抵6个时辰，过了之后就再喷上。皇孙太小，不止了痛，他受不住的。多谢凤姑娘出手相救，本王感激不尽。来日若有需要本王的地方，还请凤姑娘不要客气。二殿下太客气了，举手之劳。小皇孙如此可爱，谁都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月夕公宴开始。这就是天武帝呀，不愧是玄天明老爹，长得怪帅的嘞。凤羽恒，姚显那老头的外甥女果然有胆识，竟敢直视于我，不愧是老九看上人。哈哈哈哈！每年的欢宴就那么2次，一次月夕，一次大年。本宫难得见到这么些小辈们齐聚在一处，心中甚是欢喜。人老了，总是希望小辈们都能有出息，都能得到良缘佳配，所以每年的宫宴呢，重头戏还都是得落到这些小辈们身上。今年就还是一样，有什么才艺尽管展示出来，夺下前3的，本宫都会有奖励。皇上还会在琴棋书画歌舞剑这7项里面钦点其中1项的头名，赏下一个特殊的物件。该死的，比试都过半了，这比剑场一个来挑战的也没有，就连那3年来都是我手下败将的任西风也不来挑战了，真是无聊透了。看来今年的比剑又是很无趣的收场了。据说今年的东西是一只凤头钗。哦，那凤头钗传了几世了，先后有6位皇后戴过，人人都说谁拥有了那个东西，10有8九就是未来的皇后，就相当于一部活圣旨啊。若真是那样，得了凤头钗的女子还不得被人哄抢？凤羽恒，很好。凤羽恒，我靠，你过来跟我比剑。刚刚皇后娘娘还说这才艺展示是为了给咱们做小辈的寻个机会，得以良缘佳配。若我没记错，布家的狄小姐是与4殿下定下婚约的吧？真不知布小姐还是执意要下场比剑究竟是何用意。我并不打算参加任何比试，不管布小姐对4殿下如何，阿恒可是要为9殿下的颜面着想的。怪不得偏偏喜欢这丫头，倒还真是跟明儿一个性子。何止是像明儿，看着她就能让朕联想到翩翩年轻的时候。哎呀，但愿这孩子不要一并学了翩翩的将来啊。不会的，翩翩只是任性，这孩子我瞅着是有股子拼劲儿的。向来话多的人动起手来都不堪一击，有耍嘴皮子的功夫，不如拉弓搭箭，与本小姐好好的比上一场。曾经9殿下问过我一句话，殿下问恒恒，除了医术你到底还擅长些什么？当时我答他的是，秘密要一点点的探索，谜底一下子全部揭开就不好玩了。今日本无心下场比试，但布小姐盛情却又实在难拒，那就当我是为了给9殿下将其中之一的谜底解开，解一解他的好奇吧。照规矩来，3剑定胜负。哼，太近了。什么？那就再远些，既然比了，都是我玄家定下来的媳妇儿，怎么能这样小家子气？再远10步。好，这回可以了吧？唉，太近，实在是太近了。布小姐要是只邀请我来陪你过家家，那阿恒还真是不能奉陪。众哗然，30步，2个姑娘家比试已经够远的了。凤羽恒生气了，
箭是用在战场上射杀外敌的，你听说过哪个外敌能站在这么近的地方给你白射？你布家统兵御敌，难道教给你的就是一定要等敌人走近到40步之内才能开弓射箭？往后移，要比试100步起，箭走100步，一局定胜负。他说话时句句疑问，却又句句无需人回答。疑问就是肯定，肯定就是训斥。布尼长忽的就生出一阵恍惚，好像站在面前与他说话的人不是凤玉衡，而是那个一向以军规森严著称的哥哥布聪。弟妹真的行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好，趁今日，本就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物件，准备赏给琴棋书画歌舞剑其中一项的头名。既然比剑场上如此精彩，那就挑了这剑类吧。布家与凤家的姑娘，谁若赢了这场剑事，这凤头钗本宫亲自为你们插到头上。人人皆知凤头钗意味着什么，大家都知道九皇子打仗伤了身子，子嗣无望，皇位不可能让这样的人来做。那也就是说，皇上中意的是4皇子。如果布尼长真能把那凤头金钗赢下来，那她不就是未来皇后吗？而她是我的未婚妻，那么我不就是这还差不多，左右不过一场表演性质的比试，我也就不做更多要求了。凤小姐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年纪大的心情。哼，肤浅。禀皇上，箭步63，偏离靶心1尺3丈。九弟，不如看看凤家姑娘的箭术之后再取笑不迟。对，等我们家恒恒把箭射中，本王再喝彩也来得及。哼，那么远的距离，就是习武的男子都未必见得能射得着。凤家那丫头能成功才怪。四哥且看看吧，就当是欣赏一场精彩的剑术表演。哼，凤丫头，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凤头金钗赢走了。什么？凤二小姐是疯了吗？居然同时上3箭！我听说这布家小姐可是从小就跟她哥哥习武的，这都没击中靶心，这凤家二小姐可不就是疯了吗？3箭齐发，20步箭分3段，头箭急，2箭迅，3箭猛，顺行在20步，40步使，头箭示弱，2箭追头箭尾，迅压之，助其势。60步，头箭再缓，借2箭力再推前10步，70步，2箭弱，3箭尾力猛发，压2箭，送头箭，头箭急势再起，2箭3箭落。80步，90步，中！哇塞！皇上请看，凤家小姐百步穿杨，直入靶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啊！民女凤羽衡叩见皇上。何来明女一说？你是朕选给明儿的媳妇儿，虽没过门，但早晚都是一家人。听说你已跟云妃叫了母妃，也跟华儿叫了七哥，那便叫朕父皇吧。儿媳谢父皇隆恩。臣谢圣上隆恩。姚老头的外孙女，朕记得是你们凤家的嫡女。这些年的宫宴，凤家嫡女都没有进宫。朕本来以为是凤家亲瞧不上这些，可如今看来是朕误会凤相了。这么好的女儿，是该藏着点，省得有人瞧上了，跟朕的明儿来抢媳妇儿。嫡女，这2个字就是在打我的脸。凤羽衡明明就是个庶女，却偏偏所有人都记得她才是凤府原本的嫡女。那我凤沉鱼到底算什么？我们准备的事究竟能成吗？必须得成。布姐姐好福气呀，布家的侄女能把箭射得那么远，真是女中豪杰呢。哼，你布家的侄女输了比赛，你心里不痛快也不能打我呀。
皇上，皇后娘娘，锦儿好冤枉啊！穆姐姐凭什么这么霸道？就凭我是贵妃，你只是个妃。本宫也只是个妃，不白评，你打个试试。这声音是翩翩。本宫出来转转，途经这琉璃园，刚好听到这番言论。看来这些年宫里真的是风云变幻呀。当年一个小小的婕妤，如今都敢在宫宴上打人了，真是吓人。本宫与皇上多年未见，本还想着叙叙旧的，现在却不敢了。本宫也是妃，不想挨打。皇上，臣妾走了。翩翩，你还是不肯见我吗？父皇，我母妃已经走了。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，您身子不好，莫先生告诫过您不可以动气的。后宫的事儿回头再说，先把这宫宴继续下去吧。好歹今儿是月夕。都让开！皇上血脉极生，这种病症十分危险，要想救人命，首先要保证的就是空气流通。全都退后，不许靠近皇上。父皇，阿恒给您的这个药含在嘴里就好，不需要费力下咽。您现在试着转动头看看，还晕不晕？朕欠姚家的人情本来就还不清，如今又欠了一个。阿恒是父皇未来的儿媳妇，您这人情就算是欠，也是欠了9殿下的。这是一种被称为速效降压的药物，专用于急血攻脑，见效极快。刚刚给朕吃的就是这个。对，那傅贵妃，哼，把他扔回自己宫去，谁也不许理他。你说傅雨恒能治我这头发吗？就算能，他也不会给你治。清乐大怒，一下子就忘了场合，拿起一只杯子就往前扔了去。所有人都因他这一下子大惊。哼。今日月喜，还有一件喜事，朕要与诸位一同分享。清乐郡主，皇上该不会真的给我和清乐郡主赐婚吧？清乐跪见皇上。那个与你情投意合的男子可曾来了？奴才来了。奴才王诺，叩见皇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般配，果然般配。看来啊，清乐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一双小儿女情投意合，这是好事。安定王，你怎的不早与朕说呀？臣是不想给皇上添麻烦。哎，这怎么能是麻烦呢？你是异姓王爷，清乐是郡主，在朕的心里，这丫头跟天哥的分量是一样的。清乐还想在家中多伺候父王母妃2年，请皇上成全。都起来了。再过2月就满15及笄了，及笄出嫁那可是大喜事。朕今日就为你2人赐婚，婚期就定在清乐15岁生辰那天。你是郡主，招个骏马入府是正常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父王和母妃没有人照。清乐谢皇上赐婚。臣请皇上收回成命。你是不愿意娶清乐郡主吗？奴才不愿意。为何？因为他太丑了。皇上，求皇上开恩呐！奴才对着这样的媳妇儿，夜里都会做噩梦啊！我的乐儿就算是全身都烧坏了，她也还是郡主，轮不到你来嫌弃。一个奴才都如此大胆，安定王今后可是要好好管教家奴了。臣遵旨。罢了，今日月夕又是给清乐赐婚的好日子，朕不愿与你们计较，平白的坏了气氛。10月清乐及笄之日，便是你们大婚之时。那王诺见天武是真动了气，再不敢造次，亦跪地谢恩。皇后娘娘，臣日前偶得一宝，今日月夕特带进宫来呈现娘娘，愿娘娘天姿国色，常开不谢，永盛不衰呀！臣代表凤家献7彩10亿枚，供皇后娘娘把玩。
七彩石乃天然形成，属于玉质，但一块石头上竟然生出7种颜色，且玉石也长成了花瓣状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朵7色花。凤锦园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着空盒子来戏耍朕和皇后！盒子是空的，凤锦园就觉得唰的一下，后背就渗出冷汗来了，不由得将疑问的目光投向凤玉衡。女儿曾得波斯师傅送过一件至宝，女儿知道父亲未寻到太合心意的东西，不如这个父亲就拿去吧。自从没了沈家帮衬，正愁找不到好物件送与皇后，这宝物当真极品。此物珍奇非常，父亲就算是算作我们凤家全体的礼物，皇后娘娘都会十分乐意的。那为父就不客气了。哼。哎，方才大姐姐将七彩石拿去鉴赏，没有还给父亲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大姐姐根本就没进宫来，她何时拿了？没来，那个是谁？父亲，七彩石就在大姐姐身上，女儿看见她拿去鉴赏了的，还以为大姐姐能知轻重，看过之后就放回来，没想到她竟自己留着了。凤大人，本宫若没记错的话，凤家的这位嫡女5年之内是不得入宫的吧？你们凤家究竟将本宫的懿旨置于何地？皇上，是凤宸宇祈求清乐带他进来的，清乐根本就没同意，可他死赖着，赶也赶不走。凤爱卿，朕记得你府里的主母前些日子刚刚过世。是，那主母可是你那嫡女的亲生母亲啊。正是，朕且不论皇后懿旨那事，就问问你这嫡女，亲生母刚刚过世，还不出1月，她作为嫡女就穿着一身大红来参加宫宴了。你在那里站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过来给皇上磕头请罪！这孩子不懂事，都是臣给惯坏的，求皇上开恩，饶了他这一次吧。凤玉衡看着父亲和姐姐都跪着，便觉得自己再站在这里也不太好，于是给享荣递了个眼色，两姐妹双双行至殿中，也挨着陈瑜跪了下来。这事儿跟恒恒无关，你快起来，边上的孩子也是你们家的嘛，让他也起来，你们站到边上去。皇上，先让大姐姐把七彩石交出来吧，那是父亲准备送给皇后娘娘的，不能让父亲失了信。下去搜身。奴婢在凤大小姐身上搜到这个。真有这种东西？凤相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回禀皇后，是臣的二女儿那位波斯师傅赠予的，这等宝物凤家不敢独享，便选了月夕这样的好日子带进宫来，进献给皇后娘娘。看在这块石头的面上，就先饶了凤家吧。怎么能是看在一块石头的面子上？是看在凤家二小姐的面子上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凤家嫡女私入皇宫乃是重罪，但本宫看在凤家进献七彩奇石的份上，就从轻发落。你与清乐一起到宫门外罚跪去吧。皇上明鉴呐！明鉴看得还不够清楚吗？朕刚刚还给清乐指过婚，甚至人家骏马因他貌丑拒婚，朕都为清乐做了主了。怎么你们安定王府非但不感激朕，还要如此来害朕的皇后呢？皇上明鉴呐！王爷还是莫要辩白了，事情到底是怎么个前因后果，回去问问清乐郡主便会知晓。皇上没冤枉您。清乐这孩子因为前阵子府里着了火，受了重伤不说，还受了极大的惊吓，有的时候神志不太清楚，自己做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，想来备礼时一定是又犯了病，这才冲了皇后娘娘的忌讳，还望皇上恕罪呀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既然清乐郡主的病因一场大火而起，想必应该也会因一场大火而好。这样吧，本王就受些累，安定王说说你们家现在在哪儿，明儿个本王再去放一次火，给清乐郡主治病。不要！安定王哭的心都有。姓玄的这都是一家子什么人呢？老子不讲理，他儿子也不讲理，好样的。
算了，朕明日派个御医去给清乐看看就好了。他们家也就剩下京郊那处庄子，想来也是舍不得拿出来给女儿治病了。安定王，本宫掌六宫之事多年，明里暗里的也结了不少仇怨。虽然不知道是何时得罪了安定王府，但想来一定是有思虑不周之处，否则今日清乐郡主也不会如此报复本宫。不论过去本宫有何得罪之处，今日清乐也已经替安定王府报过仇了。本宫最怕猫，还望日后王爷能放过本宫。臣不敢，臣不敢呐！本宫看你可敢得很！本宫怕猫，人人皆知。如果安定王府是觉得本宫这些年的后位做得太安稳，想要挑衅，那便放马过来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安定王自得王位以来，与社稷无功，与百姓无助，教女无方陷害皇后。即日起，削其王位，贬为庶人。大顺朝唯一的一位异姓王爵位，在这一年的月夕宫宴中寿终正寝。最近是不是要常往大营那边跑？是，部家今日横遭此劫，想来那步聪也该回来了。大营那边我帮不上忙，你自己凡事多加小心。那丫头只怕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。哼，她的日子什么时候好过了？没事，七哥放心。明儿的腿能治吗？当然能治。朕就知道，那些太医都是庸医，还得是姚家的后人靠得住。太医告诉朕，明儿的腿没救了，朕很痛心。但是明儿跟朕说，她一定可以再站起来，只要她娶了你，这便是朕答应明儿娶凤家女儿的原因。想来对于这门婚事，皇上是不乐意的。看来凤锦也是入不了皇家的眼的。凤羽恒思虑半晌，只说了句：“阿恒是姚家的女儿。”殿下的脸。那个无碍，只要治得好明儿的腿，朕就什么都不担心了。天武帝与云飞是一个怎样的故事？为什么云飞10几20年不愿与之相见？这样一个任性的妃子，居然还能让天武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。你再往里面瞪也是没有用的，这座皇宫你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进去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大顺再也没有安定王这号人物。清乐姑娘，你还是指望着宫里头早点传来旨意，把你这贵法给免了。再这么跪下去，膝盖骨哪经得起这般折腾。老奴给玉王妃请安，嬷嬷请起。凤羽恒，我杀了你！昨日宫宴上也不便多问，如今大姐姐回了府，妹妹倒是好奇想问一句，大姐姐穿成这样进宫，究竟是何用意？捉吧，都捉死了这些儿女，只剩粉黛才好。凭什么我的粉黛被赶到庄子去受苦，而你们却在这里享福？大小姐死了娘亲，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呢。这女人八成是疯了。来人，把这疯婆子给我送回她的院里去。不用请，我自己会走。哼。陈宇，你韩姨娘话虽不中听，但理却是那个理。你偷偷进宫有情可原，但这一身红衣究竟是穿给谁看的？果然是为了见纯王殿下，可是她一个闺阁小姐，哪里打听来的？难道……大顺朝以孝为先，大姐姐犯了如此大忌，父亲该如何责罚呢？哦，对了，大姐姐还偷了原本该由父亲献给皇后娘娘的七彩奇石，险些将父亲置于死地。真不知父亲到底哪里得罪了大姐姐，若是不将心结解开，亲生父女可就要结成仇了呀。大小姐想进宫，咱们都能体谅，为何要如此陷害老爷？
是为父没有把东西放好，你莫要错责你大姐姐。父亲为何要这样说？阿恒不过是个庶女，哪里有胆量责备大姐姐？父亲这是要把阿恒置于何地呀？你，父亲，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人世，陈玉这嫡女做不做也没什么所谓，请父亲把这嫡女的位置给二妹妹吧。陈玉不争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嫡女就是嫡女，哪里有换来换去的道理？父亲，陈玉如今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嫡女不做也罢。胡说！你是凤家嫡女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你什么都没有失去。记住，从前如何，今后依然如何。所有你失去的，终究都要还回来。那凤头金钗，演那么久，原来是打凤头金钗的主意啊！哼，人人皆知凤头金钗代表着什么，那钗在宫里还好，可如今已到宫外，这让三皇子怎么想？是呀，凤头金钗意味着什么，人人皆知。凤臣鱼身带凤命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如今凤头金钗却落到凤羽恒的手里，这让凤家早已决定全力支持的三皇子怎么想？父亲该不会是想让我将那凤头金钗送给大姐姐吧？那是皇上亲赐之物，怎可转送他人？妇道人家，你懂得什么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当初凤家是怎么用八抬大轿把我娘亲抬进府门的？父亲忘了吗？当初是当初，是吗？看来以后父亲再说话，当时听听也就罢了，回过头来可不能当真。那祖母就给评评理吧。凭什么理？东西在你手里，那就是你的，你自然可以转送旁人。父亲这是要来抢了？爹抢女儿的东西真是千古奇闻呐！大姐姐光要个凤头钗没意思，我那童生轩可比你这院子气派多了，你也一同抢了呗。放肆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？那这事儿您可怪不着我，您当初生我下来的时候都没与我打商量，如今后悔了，能怪谁呢？父亲，别与他计较，你放心，是你的早晚都是你的。是吗？父亲你不要后悔。阿恒在这儿不讨喜，就先回去了。祖母多注意身体，明日阿恒请安时顺道给祖母请个脉。哼，圣旨到，凤家二小姐凤羽恒接旨。张远拿腔拿调的宣读起来，话还是那套话，程序还是那道程序，无外乎就是对昨日宫宴上凤羽恒惊艳的剑法给予认可。大顺国独贡之宝后羿之弓，今赐凤家二小姐凤羽恒，得此弓者，可进大营，辅三军，助天子，令天下。王妃，接旨接弓吧，这是皇上亲赐，请王妃一定收好。这弓还挺沉，若非我早有准备，只怕这一下还真未必能接得住。另外，皇上还有话转告王妃，凤头金钗与后羿弓一样，乃大顺国宝，请王妃务必收好，不得转赠他人。任何人觊觎凤头金钗，与偷盗同罪。一道圣旨，将陈宇想要凤头金钗的想法彻底击碎。后羿弓乃大顺圣物，此弓由上古黑函宝石制成，重186斤。大顺开国之君以此弓箭射叩首，奠我大顺国基。自此，开国之君便有旨意传下，凡得此弓者，不论男女，可自由出入我大顺四方军营，辅将领，号令三军。王妃可都记得了？记得了。阿恒谢皇上隆恩。都起来吧。请公公到厅堂坐坐，吃杯热茶吧。多谢老太太，咱家还要回去给圣上复命，就不过多叨扰了。哦，对了，咱家出来的时候看到另有一队工人也正往凤府这边来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是皇后娘娘派来给凤家大小姐送东西的。凤大人还是准备一下，让凤大小姐出来接旨吧。皇后娘娘要给陈瑜送什么？妾身不知。哼，要你们何用？祖母别动气，许是皇后娘娘觉得昨夜对大姐姐的惩罚有些重了，想送些东西补偿吧。毕竟父亲是丞相，能吗？宫里若真念着你父亲是丞相，之前沈氏闹的那一出，
怎没见半点顾忌？当然不能，别说补偿什么的，凤晨瑜这次怕是祸到临头了。那是皇后娘娘身边的董嬷嬷，贴身伺候了近30年。姐姐从前定是没少见这些宫人，怎奈如今没事，只要我的阿恒和子睿好，我无所谓的。二小姐和二少爷都是有大出息的人，姐姐日后的福分不可估量。皇后娘娘有赏，凤家大小姐凤晨瑜接赏。皇后娘娘说了，赏点东西而已，一纸就不必下了。这是2盒西江进贡的胭脂，十分珍贵，每年宫里才得365盒。1年365盒，我不就是1天1盒吗？就这也叫珍贵？说到珍贵，这种胭脂最珍贵的是它的颜色，它是一种黑胭脂，涂上了它，满面全黑，还泛着亮，很是符合凤大小姐的喜好。传皇后娘娘口谕，凤家大小姐既然喜欢涂黑颜，本宫便送她西江黑胭脂50盒。从今往后，凤家大小姐凤晨瑜再出府门，必须以此胭脂将全面涂黑，否则按抗旨处置。凤大小姐，您可记清了？什么？将脸涂黑方可出门？想当初就是凭着这张脸，才被紫阳道长指定为凤蜜呀！这一生必定要母仪天下的，怎么可以遮住我这母仪天下的脸？凤大小姐，这是要抗旨不遵？凤晨瑜委屈的目光投向凤锦园，却发现凤锦园只是低头跪着，看都没看他没办法，抗旨他不敢。民女遵旨接赏。大小姐可得拿好了，若是失手打翻，皇后娘娘可是要生气的。既然凤大小姐已经欣喜地接了赏，那老奴就回宫跟皇后娘娘复命去了。哦，对了，皇后娘娘一直惦记着王妃，老奴临出宫时，娘娘还嘱咐着一定要叮嘱王妃，得空就进宫去看看。皇上和娘娘都很想您。阿恒记下了，多谢娘娘挂念。陈宇，这么晚了，祖母可是有什么急事？怎么不差人来叫阿恒？同生轩太远，祖母这样劳累，万一累出个好歹来，可怎么得了？陈宇的病总也不见好，请了好几波大夫都直摇头，该喂的药都喂了，可他还是一直昏迷着。阿恒，祖母也是没有办法，好歹都是一家人，你过去给他瞧瞧好不好？祖母，你也知道父亲对阿恒颇有偏见，诊病这种事情总有个万一阿恒诊得不准或是不好，父亲怪罪下来，只怕阿恒又要被送回西北的大山里了。他敢？阿恒你放心，有祖母给你做主，你父亲他不敢把你怎么样，只要你能去瞧瞧你大姐姐，即便是出了什么岔子，祖母也必定站到你这一边。祖母待阿恒真是太好了，乖孙女儿，你这是答应祖母了？这话说完，眼里闪出一丝只有黄泉看得出来的狡黠。陈瑜如何了？还是没有醒。你来干什么？祖母，凤锦园就想抽凤宇恒他一巴掌，心说你别装相了成吗？可终究没敢。是我把阿恒请来给陈瑜看病的，你有意见？凤锦园哪里敢有意见，只好叮嘱了句：你可一定要看仔细了。左右别人也治不好，莫不如死马当活马医。原来如此，什么叫换了几波大夫治不好？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大姐姐这病着实令人忧心啊。到底是什么病？急火攻心，有一股怨气堵在心肺里发泄不出来，直接憋坏了中枢神经，这才导致大姐姐不能转醒。还好我去叫了阿恒过来，要不然非得把陈宇给耽误了不可。那该怎么治？有话你就直说，只要能让陈宇醒过来，你提什么条件，为父都答应你。
父亲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。万一阿恒提出要我娘亲重新坐回凤家主母的位置，可怎么办？凤锦元一愣，一般来说，这种客气话不是应该这样接，女儿能为家里出力是荣幸，万不敢向父亲讨要奖赏，真是跟这个女人没法沟通了。父亲莫怕，阿恒断不会提出那种要求的，别说父亲为难，就是我娘亲也不可能乐意的。家里事情什么时候由得他说乐不乐意了？一个妾室能被扶正是他的福分。这么说，父亲是答应了？你，锦元，你是做父亲的，就不能跟女儿好好说话？你疼陈瑜不假，但也不能太亏待阿恒。母亲，阿恒，祖母明日大开库房，好物件好料子可你挑选，多做几套秋装，冬装也顺便备一些，待到天气冷下来，有新来的料子也定可你先选，好吗？一切都听祖母的安排。既然都答应了，就快说说如何能治好你大姐的病。下针，将银针刺入患者体内，运用捻转与提插等手法来刺激人体特定穴位，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。要在什么地方下？你刚刚说他是有怨气堵在心肺，难不成是要在心口上下针？会不会太冒险了些？自然不会用那么冒险的方法。俗话说十指连心，我这针只需下在手指上，便可通心连脉，让大姐姐醒转过来。那你快点下针吧。准备高度烧酒，把烛火移到这边来。好，此套针法共计7749针，均在食指与掌间完成。祖母和父亲可看好了，一旦大姐姐中途醒转，必须将她按住，49针必须行完方可见效，不然只怕会前功尽弃。就算大姐姐暂时醒来，也会再次莫名其妙的昏迷不醒的。事不宜迟，咱们快开始吧。好。装病是吗？我一针扎死你，看你还不起来。按住他，针法不能乱，更不能停，否则前功尽弃啊！陈瑜，你不要动，千万不要动啊！阿恒在救你的命，你再忍忍啊！是不是被你扎坏了？为什么陈瑜像是又要昏迷的样子？父亲莫急，如果7749针下完，大姐姐还不好，阿恒还有一套9981针的针法，可以在大姐姐另一只手上再试一次。不用，我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这可真是怪症。若阿恒再晚一会儿下针，只怕大姐姐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凤锦元就觉得这件事情十分蹊跷，特别是陈瑜睁开眼后那种愤恨的目光，哪里像个昏迷刚醒的人？莫非是陈瑜装病，而自己跟老太太都着了凤雨恒的道，疼苦了女儿？凤雨恒，你好狠的心啊！那又如何？你锦元，多亏我去叫了阿恒过来，再由着你请那些庸医，耽误了陈瑜，你是后悔都悔不来的。母亲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祖母莫怕，是大姐姐。大姐姐这是干什么？还能干嘛？继续搞事情呗。陈瑜，你穿成这个样子是要去干什么？孙女自然是随祖母去布家吊唁尚书大人呢。谁让你穿成这样的？去礼丧当然要穿白色，那日尚书大人去世，陈瑜是亲眼看见的。这些日子只要一闭眼就能想到当日的场面，陈瑜就想着如果不好好吊唁下布大人，只怕心病难去啊。乖孙女儿，不怕不怕，今日过去给那布尚书上炷香就没事了啊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娘娘不要激动，保重身子要紧啊。阿恒小心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回来！听话好，听话不吃亏，我敢保证，你们这样的再来10个8个也伤不了我分毫。敢问贵妃娘娘，布尚书的死与我们家阿恒有什么关系？关系？本宫说有，就是有。父亲，难道我们不该给祖父报仇吗？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！是啊，尚书大人被贵妃娘娘砸死了，布家若不报这个仇，
尚书大人在九泉之下，该如何安息啊？凤玉衡，牙尖嘴利的丫头，事情究竟起因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还真说对了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布姑娘找我比剑术，我拒绝多次，她却始终咄咄逼人，直到我赢了剑术，贵妃娘娘心中闷着气，这才开罪花妃，惹了云妃与皇上盛怒。尚书大人半生为国，为大顺尽心尽力，到老了不但不能安享晚年，竟还被自己的女儿给砸死，真是令人唏嘘啊！罪魁祸首在此，布郎中，你还等什么？够了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布家人竟能乱成这样，你们对得起谁？母亲，凤家能来吊唁亡夫，实乃布家之幸。想进去吊唁可以，你给本宫跪下，一步一步磕到灵堂。想进去吊唁可以，你给本宫跪下，一步一步磕到灵堂。什么？凤玉衡，怎么让你跪都跪不得吗？一步一头磕到灵堂，如此大礼，可以加在一个外姓小姑娘身上，实在太过分了。祖母，二妹妹向来聪颖，自会有办法。您若参与进去，只怕事情又要扯上家族琐事了。是啊，凤玉衡什么时候吃过亏？我这时候不能说话，一说话，怕是布家更要不依不饶了。母亲，您劝劝贵妃娘娘，今天是父亲大丧，以和为善吧。贵妃娘娘是贵人，也是长辈，让阿衡跪，阿衡自然得跪。只是阿衡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跟布大人和布老夫人讨教一二。请讲。如果当朝丞相的亲生女儿要给二品的尚书行如此大礼，那当初我母亲去世，布家的小辈可有一步一头的磕到凤府里的灵堂去吊唁？如果没有，那这样吧，来年我母亲忌日，布大人可记得带着孩子们一道去把欠下的头给磕了。想来我父亲宽宏大量，是不会计较那些头晚磕了一年的。那是誉王的马车，看来是来者不善呀。凤家小姐言重了，贵妃娘娘是才不过是一句玩笑话，当不得真。是吗？布老夫人说贵妃娘娘在跟阿衡开玩笑，难不成娘娘好不容易出宫一趟，就是为了开句玩笑吗？真是奇谈。阿衡会记得将这件奇事讲给父皇和母妃，他们长居深宫，想来也没什么事可以乐呵乐呵，正好借此奇谈博之一笑。多谢布贵妃为父皇分忧。本以为凤玉衡会被布贵妃逼得一步一头磕进布府里，让她受不了侮辱呕死在当场。没错，凤玉衡死了才好。快请凤家贵客入府。恒恒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？恒恒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？九皇子玄天明，他怎么来了？布家人从来没想过九皇子会来吊唁，因为布尚书的死与玄天明的母妃云翩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，谁来他也不可能来。两位殿下能来吊唁家父，布府深感荣幸啊。九殿下这个恩是什么意思？布大人误会了，本王与九弟是往京郊的大营去，刚好经过这里，听说弟妹跟着凤家老夫人来布府吊丧，这才想着过来看看。亏得本王过来了，不然我们家恒恒还不得被你们欺负死。布白萍，你是不是嫌这么干躺着不舒服，想闭了眼睛躺啊？本王可以成全你。闭了眼睛躺，那不就是死人吗？凤玉衡差点没笑出声来，布白萍吓得脸都白了。他还记得当年玄天明一鞭子抽死皇上宠妃一事，更可怕的是皇上也没怪他一句，反倒是差人草草的将那宠妃给抬出去埋了，就连那宠妃的母族都跟着受了牵连，全族45口没一个能活下来的。他明白，在皇帝心中，女人和儿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一个二品官死了，你巴巴的来吊什么丧啊？走走人情呗。你父亲是正一品大员，当朝丞相，他跟个二品小破官走什么人情？不能这么说，大家是皇上的臣子，总要和睦共处嘛。人都死了，他跟谁共处？我看凤景园也是活够了。
当着外人面说话注意点。反正你们家是给足了布家面子，可他们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没必要进去了。走，回去取你的后羿弓，我带你到大营里转转。什么？原来那场比剑让凤羽恒赢到了手的，不只是一枚凤头金钗，居然还有后羿弓这等宝物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了，既然都来了，还是进去上炷香的好。毕竟那日尚书大人眼睁睁的在我面前死去，不去上炷香，心里总是不安的。也好，但你若是要进去，就要拿出皇家的气度来，别给本王丢脸，更别给父皇丢脸。知道。殿下不觉得凤家二小姐太嚣张了吗？本王乐意把她宠成这样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女孩子不要有太强的好胜之心，因为有的时候越是有把握的事情，越是会输得一败涂地。营里还有事，我和七哥就先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好。顾家人，你们可要记得去凤府给那过世的大夫人磕头，从府门口一直磕到牌位前，一步都不能少。阿恒，阿恒见过襄王殿下，要不要本王送你回去？凤家有马车，不劳三哥费心。父亲不是说襄王要娶我为王妃的吗？追出来不应是要送我回凤府的吗？怎么这样送凤羽恒回府？难道二妹妹与三殿下还真是亲厚呢？阿恒与本王太过见外了，本王回城也要经过凤府，想着捎你一道。不必。我怎么总觉着要出事儿呢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出事儿咱们就接着，不要怕。二姐姐多加小心才是，且不说不加，我总觉着大姐姐不太对劲儿。凤晨宇早在那日装病不醒时便已经不对劲了，今日被刺激了这么一出，只怕我所期待的好戏很快就可以拉开帷幕了。那咱们就当看一出好戏，看他能演出多精彩的戏码来。是大姐姐的声音，别怕。母亲您不要站在车前，让陈宇下去好不好？休得胡言！陈宇也想念祖父，陈宇每年都会在祠堂给祖父上香，祖父您就不要再惦记家里了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好啊！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赶快把大小姐扶下来！大姐姐是不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？心里有脏东西，眼里自然看得见。祖父您别怪陈宇，陈宇也想您啊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哟，咱们也去看看热闹。快追上看看！请大夫，赶紧请大夫！祖母，阿恒，你大姐姐这是怎么了？中邪了。祖母，大姐姐这病只怕普通的大夫可医不好啊。那你能治得好吗？我也就是个普通的大夫，自然是医不了的。那可如何是好？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母亲，您的仇陈宇一定会报，哥哥也一定要从凤无县重新回到京城来，所有我们失去的，陈宇都会一样一样的讨要回来。母亲，您等着看吧，凤玉恒必须得死。小姐，大少爷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咱们回去。如果不是为了对付凤羽恒，我一定把你打死。小姐，奴婢知错了，当初是大少爷强要了奴婢这才……行了，记住，你是我房里的丫头，纵使哥哥再喜欢你，只要我不点头，他也要不去。奴婢知道，奴婢誓死追随小姐，一生绝不背弃。我那大哥是个什么性子，我也清楚，相信你心里也明白。那些被他收过的丫头，如今成了什么模样？我不说，你也应该听说一二。所以，以月有我在，你才能有好日子。若没了我，你的下场定与那些丫头一般无二。奴婢谢小姐大恩，这次的事情若是能成，我便做主，将你送给大哥做妾。这是陈瑜对以月的承诺。送一个丫头到凤子浩身边，又能算计了凤羽恒，这笔生意对他来说怎么算都不吃亏。这是布家的小姐给的。凤羽恒，你嚣张的下场就是引起众怒，
一个清乐被毁了没关系，后面还有第二个清乐，第三个清乐，你就等着接招吧。杀人偿命！凤家血债血还！百草堂的药丸吃死了人！杀人偿命！血债血还！凤家血债血还！阿恒，是百草堂出了事情，你可得给百姓们一个交代呀！父亲放心，阿恒自然不会给凤家的门匾上抹黑。既然是百草堂出了事，你们不去围着百草堂，跑到凤府门前来干什么？百草堂是凤家的生意，自然是找凤家来说话。你既然是百草堂的掌柜，那就请你给个交代，你们卖的药丸吃死了人，这账应该怎么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掌柜？东家告诉我们了。东家是谁？什么东家？哪来的东家？我是说有街坊告诉我们了，百草药的掌柜就是凤家的二小姐。抬上你们的死者，随我到百草堂去。有想跟着看热闹的就一并去，到时候也请诸位做个见证，看看到底是真如他们所说，百草堂的药丸吃死了人，还是有别有用心者在里面借题发挥，故意生事。我安排的戏码都在凤桐县，是什么人还没等我们出京城就给凤羽恒下绊子了呢？哼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挫挫凤羽恒的锐气，那也是一件喜事。干脆就在这里解决算了。凤家大门口出了事，你父亲不会坐视不理，娘亲，他还真就有可能坐视不理。咱们都跟过去，事情处理好之后立即启程回凤桐县。的确是百草堂坐诊大夫开具的药方，出售的药丸有记载，店里伙计也记得，死者的确是昨日来百草堂买过药丸。那你们还敢抵赖？那也无法证明他的死因就在我百草堂的药丸上。你们还讲不讲理了？今日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去贵宫门去告御状。来人，给诸位乡亲带路，送他们去皇宫。不是要告御状吗？找不到路可不行。不过这尸体也给我一并抬着，我会通知下人去请宫中仵作，到底是不是吃药丸吃死的？验过尸才能见分晓。闹市刁民一听说要请仵作，立马蔫了，一个望着一个，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。说，是谁教唆你们来凤家闹事的？是一个姑。闭嘴！你不想活命了？你们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。叫官差来可好？如果跟他们来硬的，那只能被说成百草堂以势欺人。我百草堂出售的药丸，整个大顺只此一家。之所以价钱贵，是因为小小一粒药丸里面所含药量却是汤药的5倍有余，且药丸方便携带，比药汤更好入口，也省去煎药的麻烦，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用药。即便手边没有水，药丸也可以咀嚼后咽下，其内含的山楂成分有效的缓解了苦涩，让服用者不会感到丝毫难咽之感。你在干什么？很明显，为我的药丸做宣传。你的药丸都吃死了人，还宣传个屁呀！那是你说的，在仵作没来验尸之前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我们百草堂不只卖药材，堂内每日都有坐诊大夫，病患抓药前可由坐诊大夫免费看诊，对症抓药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还是很明显，我在拖时辰。拖时辰是为何？自然是为了等人。等人？你在等谁？在等本王。在等本王。都起吧！百草药的东家是本王的弟妹，也就是玉王殿下未来的正妃。今日百草堂出事，本王来此绝不是为了偏袒，而是要给这起事件做一个见证。有劳七哥了。尸体印堂发青，口眼鼻均有血迹外渗，是中毒之象。就是吃了药丸中的毒。究竟是中了什么毒，只有中毒的人自己才能说得清楚。但诸位乡亲执意不肯让仵作验尸，这个阿恒也能理解，毕竟验尸要解剖，对于死者来说的确是比较残忍的。那你的意思是把人复活，让他自己说说到底吃了什么。好，那就将尸体复活吧。你们可有意见？没意见，你有本事将他复活，那就让他活了自己说，但如果活不了呢？那我就认了。把死者搬到后堂去。是，东家。请七哥到里面坐。好，你们两个一并进来，与本王一起做个见证。七
七哥莫怪，阿恒救人时不能被外人打扰，人根本没死，我自有办法让他苏醒过来。既如此，那本王就在这里静候佳音了。好。凭我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，我一眼就知道这具尸体根本就没死透。这个年代只凭探鼻息来断定一个人是死是活，真是可笑。还好我有医疗空间，不然这锅我真的要背定了。强心针打上，起搏器也接上了，关键就是除颤仪的一击了。终于可以用现代医疗器材救人了，有点激动了。终于恢复心跳呼吸了，接下来再得换洗出胃部的毒药残留，命就保住了。活了，活了，只是麻沸散的药劲儿还没有过，需要再等上半个时辰。不好，杏儿真的被救活了，咱们快走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不管做什么事，先摸摸自己的良心。如果钱财是要用人命去换的，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也会有另外的人用你们的命去谋财。七哥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好辛苦的，明儿还在大营，你这边有事，我自然要过来。你既叫我一声七哥，就无需再这样客气。东家，那人醒过来了。醒了就没事了，你且扶他到外面来，让他把所经历的事件说给所有人听。是，东家。说我百草堂的药丸有毒是吗？人我给你们救活了，就请在场诸位都来听一听，到底是我百草堂的药丸有毒，还是你们的心有毒？就是他，是他带着一个蒙面的姑娘找到我，我正好染了风寒，他们就给了我钱让我到百草堂看病，还点名必须要买这里的药丸，我照做了，药丸也吃了，他们又假装好心给我买来包子，可是我吃了那包子之后就五脏绞痛，接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根本就不是药丸有毒，有毒的是他和那姑娘带来的包子。蒙面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若实话实说，本王饶你不死。他从来都是蒙着脸，很有钱，一出手就是给我们每人100两银子。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啊！他头上戴着斗笠，面纱很厚，一直垂到腰际，咱们什么也没看清楚。既如此，就只能以谋杀之罪将你们一同打入死牢了。拿下！遵命。哇，这死了的人也能救活？这凤家的二小姐是神仙吗？神仙肯定不是，但神医是一定的。听说她是从前姚神医的外孙女儿。这就是百草堂真正的医术啊！以后咱们看病抓药，可得记得要来百草堂。百草堂济世救人，凤家是我们的救星啊！济世救人是百草堂的本分，只希望这样的事件以后不要再发生。人命关天，谁也不能拿别人的性命去谋求钱财。大顺律法不只是用来惩罚恶人，更是用来约束人心。善恶均有报，因果循环，律法自在人心。好。小姐，你是甩鞭子久了，字迹都退步了吗？好好看看，这字迹像谁的？今晚子时来栖凤山，这笔记，这语气，凤子浩，找个机会丢到凤沉鱼的房间，务必让他看见。这是为何？凤沉鱼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我弄回凤桐县来，是为什么？你们还真以为是祭祖？小姐是怀疑他跟凤子浩两人会设计陷害，只是猜测，不管猜的对不对，折腾他一回，对我们总也没什么影响。小姐再坚持一下，进了山就好了。贱蹄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一会儿见了我哥哥，把你的嘴和眼睛都给我管严一点，否则仔细你的皮。
奴婢只管陪着小姐，看都不会多看大少爷一眼的，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好。小姐，奴婢不是着急见大少爷，实在是这地方不稳妥，咱们好歹先进了山再休息吧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没想到凤子浩还收了他妹妹身边的丫头啊！不是说他还睡过凤家大小姐的床榻吗？凤家的孩子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。除了小姐之外，他们走远了，走，咱们跟上。别光顾着闲聊，看好脚下的路。你家主子我还没瞎到那种地步。忘川，咱们走。哼。不就是进了坟地吗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？一般来说，大家小姐在三更半夜时看到坟墓是应该惊叫的。哦，小姐千万不能喊，这里除了大少爷还有祖宅的人呢。谁在那边？吓死老子了，还以为遇上鬼了，原来是陈鱼啊！小姐别怕，是大少爷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事情我都安排好了，大半夜的万一被发现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？原来是你，小姐。好你个贱婢，为了见我哥哥，居然想出这等招数，半夜诓我上山。小姐息怒，真的不是奴婢呀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张纸条明明就是你给我的，不是你又是谁？我在家里被凤雨恒欺负，老太太一门心思的向着他，给了我多少气受？到底是谁给谁自首？那不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好不容易把人骗回老家了，就指望你的计策能成，结果你跟这丫头居然合伙骗我。凤子浩，你对得起谁？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吗？什么叫合伙骗你啊？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哎呀，好妹妹，哥哥真没骗你。你别过来，连妹妹身边的丫鬟你都要沾染，真不要脸。哎，陈宇，你别跑啊，听哥哥说呀。凤家大少爷这是要干什么？这可是在祖坟前啊。忘川，你说凤家后辈在祖宗面前干这事儿，风水能好得了？小姐，咱们回去吧。别着急，再看一会儿。忘川，你别总闭着眼，这种科普教育可不多得，将来你成婚嫁人，要是什么都不会可不行。忘川，忘川，快睁眼，要有好戏了！贱人，畜生！啊！下手真狠呐！我杀了你这个畜生！你疯了！妈的，老子宠个丫头而已，你弄他个屁呀！宠丫头，宠丫头宠到你妹妹身边，宠丫头宠到祖坟头上干好事。凤子浩，你就是个畜生，你怎么不死了？妹妹这是吃醋了吧？好妹妹，是不是哥哥疼他丫头，你生气了？不哭不哭，哥哥也疼你。哥哥最疼我家陈云了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弄到手。京城第一美女，就算你是全天下第一美女，也只能是我被窝里的人。